现在他当了首相过后，整个国家的前景那么暗淡，通货膨胀，现在每一个人民都面对的问题，钱不够用。好，主席，我必须说，他在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其实这个整个的表述里面，他的表现是不错的。这个我觉得表述当然厉害啦，他讲就一流嘛，讲很好。执行啊！如果你讲的那么好的话，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是要用那个驰名菜单来帮助人民呢？就是因为政府已经显示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通货膨胀了。那这一集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安华执政1周年的特别专题啊。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请来的是民政党的主席刘华才。哇，我们要被骂了吗？然后刘华才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他才是目前国盟就是反对党里面唯一一个华裔代表，就是当然他没有中选为国会议员，但他起码他是上议员，他是反对党的华裔代表的。也就是民政党的主席啦，第一号人物啦，对，是。那其实我们也是有希望找说其他的华人政治人物来跟我们一起来批评一下这个安华1周年，也不能讲批评啦，就是一起来对讨论一下安华1周年，大家会怎样子给评价？但是其实愿意上来评价的这个华人的政治人物不多，真的非常少啊。那所以我们最后就找到刘华才，他愿意来讲。那他每次来，其实大家在下面都骂他骂得很凶哦，网友也骂，然后政治人物可能也对他的评价也不太好，对，也有网军啊在下面骂他。是。那其实我们这次很像也有问他说，一直被骂，其实是不是心情会不好？对，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理性。对冷静的态度，然后来看待这一期节目，因为其实安华他执政1周年，那一定有做好的地方，以及做的不好的地方。那就希望说，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希望说这个国家是两县制，然后互相制衡的话，那我们就要允许反对党来发出他们的质疑以及声音，我们要给他们这样的空间嘛。那我们如果身为媒体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不让反对党上来批评政府的话，似乎很像也说不过去，不是吗？对，所以也希望这一集可以提供民众一种新的想法。当然最重要就是除了骂骂之外，也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好的建议给安华政府。是对，其实政府你希望要问刘华才什么问题？我比较期待就是跟民主有关。安华之前一直讲的贪腐啊。民主改革啊，选区划分，我觉得这种东西都非常值得讨论的。对，那我想问的是，除了这个民主改革之外，还有一大堆安华他曾经承诺的改革，究竟有没有做到？对，那还有在现在我们看到，为了要竞争保守的缘故，其实就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妥协。那其实做了这么多妥协，大家还真的是要去含泪投票吗？还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是，所以我们就看看刘华才怎么说。OK， 好，那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OK， 开启小铃铛。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民政党的主席刘华才，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嗨，各位 BFM 的财经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其实呢，今年的11月24号呢，也就是这个安华成为首相，就是届满1年的时间了啊。1年了啊？对，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是。Okay. 那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来评价一下安华在这1年里面的种种的表现啊。我想先从这个刚刚过去大家比较讨论比较多的这个预算案当中，我们来看安华的表现，因为这个是团结政府第一次所提成的这个财案哦。那虽然有人说去年才算是第一次，但是去年可能是一个比较小型的，那今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年度的规划啊。那么其实对于民政党或者是国盟而言，是否会认同这个财案里面的这些内容，包括了说提高服务税，或者是没有实行消费税啊？其实我看到这个刘大哥，你在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你有很多的看法，可不可以也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究竟你对于财案的想法是什么？首先呢，必须要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民政党是在野党啊，在野党就是反对党哈。所以呢，这个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啊，
对于我们反对党来讲呢，大致上是不满意啦。最大的不满意呢，就是那个销售跟服务税，就是 SST 从6%起到8%。一直以来呢，我们都支持 GST 啦，因为以前我们在国政的时候，我们在推 GST 的时候，我们都是支持 GST。民政党也看到呢 ，GST 呢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税制。那时候纳吉应该是提起6%嘛，6%啦，可是我们觉得那时候是太高了，应该是3%了哈，3%。为什么我谈起 GST？ 因为我也发觉到经济部长啊，Rafizi。他那时候在财政预算案之前呢，有放出风声说，可能政府啊要推动 GST， 所以呢，我那时候也是感觉到，可能呢，他们也对 GST 有改观了，他们也觉得 GST 会比较好。可是我们看在财政预算案，以为他会用回 GST， 可是没有啦，反而呢看到的就是那个 SSD 呢从6%起到8%，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不满意的地方。虽然他讲说6%还是保留给那些所谓食物啊、饮料啊、通讯啊，将维持6%，可是其他的都8%，包括了那个物流的服务。所以呢，这个物流的服务如果是8%的话，它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从影响那个供应链的整个成本的问题，从它采购原料啊，从它工厂进出货啊，从它的那个仓库储存啊、批发、零售啊，到快递到家里面呢，每一个环节的都收 SSD， 所以呢，我想到这个呢是对人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承担呢，所以呢，最后买单的是谁？当然是消费者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如果现在的政府一直要讲的就是要疏解民困啊，这样我觉得这个做法跟他要疏解民困的方向呢都不一样了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反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我们反对的原因呢，就是大家华社会比较关注的了，就是在那个学校教育拨款的不公平啦。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样，跟去年一样，没有列明华校啊、读中啊，到底他们的拨款是多少，都没有很清楚的做出一个交代。所以呢，这个无疑呢是弄到很多的华社都非常担心，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华社都是再穷也都不能穷教育嘛。我们担心不是从天跌下来的那种担心，是因为安华以前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也曾经做了很多对华教不利的那个举动，所以我们也会担心。所以呢，尽管那个所谓的行动党的主席啊林冠英啊有讲说他们会交代陆兆福啊去跟安华讨论华小拨款的事项啊，可是我只能讲说只闻楼梯响，可是不见人下来，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尽快的为华社做出一个交代。那么其实主席有提到关于这个华校的问题还有教育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危机，就是把政治的意识形态带进校园的这件事情，包括了现在我们看到在以巴冲突发生以来，那这个以巴团结州这件事情，其实让很多的家长们也是蛮担心的哦。那么其实您在您的文告当中有说到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处理涉及族群以及宗教的问题哦。如果换成是你们的话，比如说国盟执政的话，你觉得你们会怎么样子做，让家长们比较安心，或者是说不会让这些特定的这些政治或者是宗教的意识进到校园里面？关于那个 Palestine 的那个团结州的课题啊，我们的态度跟立场呢，就是说我们支持政府声援那个 Palestine 的那个立场，这个我们支持。可是，在举办这个 Palestine 的团结州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是另一个课题来，因为呢，毕竟这个是教育就是学校就是教育的问题。可是呢，我们的国家对这个所谓的以巴冲突的态度啊，那个
是一个外交课题哦，那个不是教育课题哦，但是外交课题也是一个政治课题，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政治课题，我觉得这个不应该一起来讲的事情啦。所以呢，我觉得在政府啊，在办这个所谓 Palestine 的那个团结州方面呢，他暴露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急功近利的那个施政的态度。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很明显，太过的匆忙匆促去办这个活动了，所以呢，才弄到很多学校啊，什么有那个蒙面啊、举枪啊，或者是烧国旗啊这样的事件，争议性的一些事件发生了。如果是我们做政府的话呢，有几个方案，我觉得应该会考虑到的。第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要全盘的计划。第二呢，我觉得作为政府应该果断。第三呢，我觉得呢不可以做双重标准。我所谓的要全盘的计划呢，就是说在还没有执行之前呢，你一定要有计划好或者拟定好所有的指南线，做好指南呢才公布吗？这样的话才没有这样好像是蒙面举枪烧国旗的问题才发生啊。所以呢，我觉得全盘的计划是很重要。我觉得政府这一次不够果断呢，因为我相信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啊，会引起了很多外国的媒体的关注，而安华这个首相的意识到这个会损害国家的形象，可是没有很果断的叫停，所以我觉得他不够果断，他是优柔寡断。就像柔佛王储对他的评价这样子说，他是优柔寡断。是的，感觉上安华很像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这一年里面，他不断的在竞争保守。很多人都说安华在跟国盟竞争保守，然后在以巴冲突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其实我相信以巴冲突有很多的不同的立场，在不同的光谱里面，有些人是支持巴勒斯坦的，那国际社会现在也越来越多国家同情巴勒斯坦，但是支持哈马斯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蛮争议的，毕竟在华社里面确实是有人认为说哈马斯是恐怖分子，或者是这个他们所做的这些行为是武装的行动等等的啊。在这个支持哈马斯的立场踩得这么硬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安华他想要去争取更多马来穆斯林选民的支持？那他这么做，你觉得他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吗？也就是更多的马来穆斯林的支持，你觉得他会成功吗？我觉得安华现在很清楚了，他非马来人、非穆斯林对他的支持呢是肯定是他已经掌握在他的手中了哈，这个也是要有归于那个行动党的功劳了哈。所以呢，他唯一缺乏的就是说。就是马来人的支持。主持人你讲的对的，这个是说他可以为了要保持自己这个首相的位置啊，他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做，来得到那些马来人的支持。所以呢，到底他是支持哈马斯，为什么支持呢？你只要问他才懂啊。可是我一直很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反对我们所谓的这个 Palestine 的事件呢，我们是反的是战争，我们不允许战争。一战争一发生的话，对人民呢是肯定是痛苦的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立场了，所以我们也很清楚，不管人家可能误解我们的立场也好，可是我们的做法就是说，人道方面呢，这个所谓倡议人道主义方面，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立场，也是我们基本上为什么声援Palestine 的最主要的原因啊。了解。好，那其实我们如果去检视安华过去一整年他的一些行动或者是政策啊，我们都会发现说，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跟国盟在争取马来选民嘛。那其实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安华这么做，他对国盟的影响是什么？还有对于民政党的影响是什么啊？因为早前安华在接受 CNN 的专访的时候呢，他也公开的邀请这个一党，也就是你们的盟党一党加入团结政府哦。那其实你觉得安华这么做会不会也造成其实你们在国盟里面逐渐的被边缘化呢？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安华现在要做的工作呢，是要稳固他自己本身首相的位置，所以呢，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让所谓刚才你所谈的，就是说，他有邀请一党啊过去团结政府方面，这个我们在国盟里面的成员党，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因为这一直以来国盟的成员党都有一直的在联络，都有一直的在开会讨论，所以比较像是一个政治语言而已，他并没有真的去行动。对呀，所以他一提起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知道他在讲谎话。这个就是我们的首相了，他可以没有想过，他就即刻要讲什么就讲的，他不顾一切的，他只要感觉到说他要稳固他自己的政权，他什么话都敢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套还不会影响到国盟的成员党的那个心情，或者是我们的做法跟我们的团结了。来讲一下这个长期以来主打贪腐的西蒙，或者是安华，其实在选前其实反贪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口号啊，但是在过去的表现，其实让很多这个西蒙传统的一些支持者是还蛮失望的。那为了要稳固巫统对于团结政府的支持，反而妥协了反贪的原则啊。你认为为什么？或者是说，你认为要如何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是否有什么样子的政策或配套或者法案可以来建立比较完善的制度，来避免有贪腐的问题继续发生在我们的政府体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啊，我觉得是人民啊，因为人民选出的政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嘛，是吧？所以呢，如果是人民真的是觉得那个贪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国家真的是非常有害，这样就麻烦你们在下一届的大选的时候，很明智的把你的票投下去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现在安华虽然他现在是首相，他可是说他可以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为了他自己首相的职位呢，可以不顾一切的。我们很清楚啊，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在大选的时候，很明显的不要国政比较清楚，也不要 Zahid， 对吗？可是他也敢啊，他不管37-21，他为了做好首相的位置，他可以委任他做副首相，甚至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可以为了保留他的政权，可是干预司法 DNAA 就把他释放不等于无罪，在那个Zahid的案件。蹦莫大又来，养牛事件又没事，所以呢，这个我相信人民都很清楚的看住这个所谓的团结政府，这个安华的政府的一切。可是说，如果你讲说有没有系统啊？对啊，人民都知道要反贪污啊。可是你选出来的首相，他是为了他自己的职位啊，他自己的权益嘛。所以我们也很清楚，不是我们很清楚，我相信人民现在都很清楚了，他们的决定是对或者是错。我相信他们人民的心中已经有一把尺，也知道在下一届的大选的时候，他们应该如何选择政府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华裔的选民，可能在下一届大选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朝着所谓的含泪投票这样子的模式啊，去投票，或者是现在我们在坊间里面我们会听到比较多，比如说，难道你要选包头的吗？或者是难道你要割包皮吗？这种的论述其实是蛮多的。那其实主席，你会怎么样子看待这样子的一个论述？觉得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在宣传方面，利用这个媒体方面呢，这个真的是我们不比西蒙、不比行动党做得很好。所以呢，我们都很清楚，以前在大选的时候，我们华裔的那个要求是要承认统考，我们是为了我们华裔的教育的未来，国家要公平的去执政，这些都是我们华裔的那个要求，对政府或者是对候选人的要求的看法。可是呢，现在可以变到是说，他们的要求已经从那个我们以前那么伟大的诉求方面了，到是说，我们要穿短裤啊，我们要喝酒啊，我们要吃猪肉啊，我们要赌博啊，已经把这个要求拉到那么低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行动党成功的地方哦。
他可以做到不承认统考，他以前所讲的要废除 SOSMA 大专法令啊，要停止那个 Linus 啊，这全部的那么大的那个所谓的改革啊，没有一样做到，你知道吗？可是现在的那些华裔竟然跟我们讲说，难道我们要不能穿短裤啊，不能喝酒啊，不能吃猪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要加强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怎样做呢？我们现在是反对党，让我们做一个监督政府，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监督现在的政府呢，他的承诺他没有做到的，废除大专法令啊，废除 SOSMA， 废除那个煽动法令啊，那个全部的东西我们还是继续的监督，现在的政府也要确保他们去落实这些。所以主席你刚刚说到说要继续的来监督政府啊，那其实我相信这个也是选民们对你们的期望。那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议员，包括了你们的盟党的议员，为了这个选区拨款啊，所以表示支持这个团结政府，难道你们不会有一点点心动吗？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在做首相的时候，我们都公平的对待朝野的国会议员，所以我们都给一样的给拨款，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改革啊。所以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国盟执政的时期呢，我们有讲到，我们有做到。感觉到很失望的就是说其实那个安华他还没有做政府之前，就是说在那个大选之前，他也是有承诺的，我们会公平对待不管是在朝在野的国会议员，我们针对的是人民。可是他真的是没有做到，他真的是我们完完全全一直在提，一直看到首相，一直看到这个财政部长一直在提，他就是想说，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首相跟我们讲，因为我有提起嘛那个拨款的事情啊，他讲OK，let me talk to the finance minister。他就是 finance minister 吧，可是到目前我们觉得很失望啦，因为他毕竟还是用这一块来让国盟的国会议员支持这个安华。毕竟在国会议员来讲，拨款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是国会议员呢，不管是上议院的也好，下议院也好，只是拨款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选区，我们的国会。所以呢，我相信他这一招，虽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来看来，这个不是国会的改革啦，因为国会的改革我们讲得很清楚，要公平对待，不管是在朝在野，可是他没有做到了。那感觉上现在就是在这个团结政府里面，或者在国会里面，要对他们跪下才能够拿到拨款的感觉。是啊。那现在其实不只是在国会的改革上面没有付诸承诺啊，包括了在媒体的改革上面、民生的议题的改革上面、人权的议题的改革上面啊，包括了之前说要废除国安法等等都没有做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你会不会认为说，其实这一整年，如果你真的是要给他来打一个分数，或者说我们就他所承诺的改革的百分比里面，你觉得他做到多少？就是在他总承诺的所有的改革里头，你觉得在这一年里面有做到哪一些？这个是很一个刁钻的问题哦。你问的是一个反对党，你知道吗？我们是反对党。是，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如果他真的有做好的地方的话，当然没有咯。所以你觉得一点都没有做到？是，我觉得难道一点点你觉得他一点点做的好的地方都没有吗？你自己讲哦，现在他当了首相过后，整个国家的前景那么暗淡，通货膨胀，现在每一个人民都面对的问题，钱不够用。好，主席，我必须说，他在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其实他在预算案的某些部分，或者是他在这个整个的表述里面，他的表现是不错的。这个我觉得表述当然厉害啦，他讲就一流嘛，做就二流三流了咯。所以呢，我觉得讲很好，执行啊。如果你讲的那么好的话，为什么到现在还是通货膨胀还是没有解决呢？如果你讲的那么好的话，为什么政府还是要用那个驰名菜单来帮助人民呢？
用这个菜单来帮助人民，就是因为政府已经显示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通货膨胀了。当然了，我们更要讲的就是很多的他去中国拿了那个什么的备忘录啊，签回来1700亿，哇，大家就觉得拍手啊，首相很能干啊。可是这些19份的备忘录啊，有没有落实的？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啊，有没有落实？讲究天下无敌啊！哇，我有去中国啊，其实他很喜欢去很多国家，去了很多的国家，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的经济还是那么糟糕？就是没有落实吗？如果是他也很清楚啦，他拿的回来的是 MOU， 是一个备忘录罢了，一个 MOU 罢了 ，MOU 不一定要执行的，所以他才特地去安排一个什么特委会来监督1700亿到底有没有落实。登古扎夫是贸易部长，他也是成立了很多的委员会啊，可是我们又没有听到他那个1700亿到底是落实到多少。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人民的钱不够用，人真的是很辛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你们自己讲啊，他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了？我觉得我相信所有的人民心中有一把尺啦。对，那其实主席看样子，因为这个反跳槽法的关系还有就是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在短时间之内再次的有什么样子政变或者是推翻政府的情况出现啊，政局稳定很重要。但是你觉得安华在接下来的任期当中，你觉得你会给他一个怎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你会希望说接下来国家应该要朝向一个怎么样子的发展？没有，我第一个建议，我觉得他应该要做，也必须要做的就是他的承诺啊，在这个所谓大选之前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啊。因为这个都是人民要的吗？这个都是人民为什么会把票投给你，把票投给西蒙，把票投给行动党，就是因为你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他最基本的东西呢，一定要把他的承诺做好，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他要做好的，一定要解决的就是，其实他不能解决了，他也没有解决方案了，就是我们的经济课题。到现在啊，整个通货膨胀啊，物价一直在提高啊，人民的钱不够用啊，你没有办法解决，你不能一直用那个什么驰名菜单啊、menu 啊、慢啊帮助人民，你要帮到几时？我觉得如果一天人民不要靠那个什么驰名菜单的时候呢，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整个国家的经济好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他这个成就。我觉得他应该往这2个方面去做好，承诺跟经济先搞好来。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刘主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受财经拷问，来谈就是关于这个安华执政1周年对于这整个1周年的所有的表现的一些观察以及解读。那么再次谢谢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那么如果你是在 YouTube 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可以观看到我们的影片。我们下次见。就是你因为上次来之后，下面有很多留言嘛，那批评的非常多，所以我想要请教你，就是杨子心脏这么大颗，然后如何去面对这么多的批评声浪？哎呀，当然没有每个人生下来都不喜欢被骂的啦，可是还是会难过哈，被骂，肯定会难过，看了也会很心酸。哎呦，为什么做了那么多，还是那么多人不明白？所以，可是政治就是那么残酷的咯。会不会想说干脆就不要看了？对，有时候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做主持的也会被骂的嘛。对，我们就想说，你们是选择不要看，这也是个很好的方式啊。可是我还没有，或者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也是一种流量，反正他支持也是流量，不支持也是流量，反正只要有流量，好过没有人骂，对不对？就证明大家对你有反应。是好事啊，是，那就看是正面，对，就看你接下来怎么样子扭转大家对你的印象嘛。是，所以照理讲是好事啦。如果是有人骂的话，毕竟人家还在关心我，关心民政党啊，对吧？对啊，可是说这样想比较开心。
这样想会比较开心。可是我还是要比较正面的回馈，那会比较好了。因为骂的都是敌对党了，都是敌对党的网军，这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民政党有网军吗？没有，我们就是没有网军插在这边，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